好的，下午好。我很荣幸今天能和美国最优秀的人之一，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站在一起。我们刚刚花了大约2小时的时间，详细讨论了这次行动，也就是史诗怒火行动的全部内容。海军上将，我要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感谢您卓越的领导力，感谢您充满活力的思维，以及您在各个层面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在史诗怒火行动的短短几天内，您和您的团队实施了毁灭性的精确打击，摧毁了伊朗海军的大部分力量，使其丧失了作战能力，解除了导弹阵地和发射器的威胁，并且在我们飞越的空域和海域建立了完全的优势。我们的部队以无与伦比的技能执行任务，任务正在果断推进。这正是美国所要求的，这种务实、以结果为导向的作战方式，而您正在超额完成。您正是这个时刻需要的人，库珀海军上将。我代表总统、战争部以及所有正在关注的美国民众，感谢您和中央司令部所做的出色工作。请继续推进这场战斗，我们将一路支持您。在我把时间交给海军上将进行情况更新之前，我想说几点。伊朗希望我们无法维持这场行动，这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你们看，美国的意志在这里是毫不缺乏的。我们缅怀并纪念我们的阵亡将士，那6位我们很快将在多佛迎接的将士。他们在这项任务中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缅怀他们，但我们通过更加热切地重新投身于这项任务来缅怀他们。随着我们的优势不断增强，我们对任务目标的承诺也只会越来越坚定。我们的弹药储备充足，我们的防御和进攻武器储备足以让我们想打多久就打多久。再次强调，我们的弹药储备只会随着我们优势的增加而增加。我们的能力，我们才刚刚开始，并且将果断的战斗。听了库珀上将的汇报，我想说，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看到了什么，那你就等着瞧吧。正在源源不断的涌入，即将投射到伊朗的作战力量，将是目前我们和以色列国防军能力总和的数倍。我们不缺乏授权，上将知道，我们在战场上拥有明确的目标和最大的授权。过去那些愚蠢的政治正确的战争，与我们现在所做的截然相反。他们的目标模糊，交战规则限制重重，极简主义现在不会。我们的权力，他的权力，中央司令部的权力，通过总统和我本人的授权，都已达到最大化。我们的能力是压倒性的，并且仍在集结。我们的以色列伙伴的能力也是如此。我们的弹药储备充足，我们的意志坚不可摧。这意味着我们的时间表由我们自己，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掌控。只要能确保美利坚合众国实现这些目标，无论需要多久，随着我们投入更多的兵力，投入更多的能力，随着我们的弹药在空中发挥出更具毁灭性的效果，我们将由地面指挥官领导，设定节奏，设定时间表。我们会倾听库珀上将的需求，他需要什么，我们就会给他什么。我们就是为这场战斗而生的，我们参战就是为了胜利。我们有正确的指挥官在领导。现在我将把时间交给布拉德·库珀上将，他将在这里从中央司令部向大家介绍最新情况。上将，请。部长先生，首先非常感谢您，下午好，欢迎来到美国中央司令部总部，这里是美国的作战指挥部。很高兴能和部长站在一起，并代表目前正在执行史诗之怒行动的5万多名现役军人。部长先生，首先非常感谢您的领导和支持，以及您为我们设定的非常清晰的愿景和目标，这使我们能够对伊朗恐怖主义政权使用压倒性的武力。感谢各位今天的出席，欢迎来到坦帕。我们现在正进入一项历史性任务的第6天，这项任务旨在消除伊朗威胁美国人的能力。用海军军官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现在正在全速前进，执行华盛顿领导层下达的命令。总统和赫格塞斯部长对我们的期望非常明确，我们正在高水平地执行任务。
正如部长和我本周早些时候所描述的，随着伊朗作战力量的衰落，美国的作战力量正在增强。我们的空中优势使我们能够以压倒性的力量和打击范围打击伊朗的重心。举几个例子，就在过去72小时内，美国的轰炸机部队袭击了伊朗境内近200个目标，包括德黑兰周边地区。就在过去1小时内，美国 B-2轰炸机投下了数十枚2000磅的穿透弹，目标是深埋的弹道导弹发射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袭击了伊朗的太空司令部，这削弱了他们威胁美国人的能力。然后，如果我回顾过去24小时的行动，与行动开始时相比，弹道导弹袭击自第一天以来减少了90%，无人机袭击自第一天以来减少了83%。尽管如此，我们仍保持警惕。我们对伊朗海军的打击已经加强。你们可能听总统不久前说过，我们已经击沉或摧毁了24艘舰船，那是在当时，而现在我们已经摧毁超过30艘了。就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我们击中了一艘伊朗无人机母舰，它大约有2战航空母舰那么大。此刻它正在燃烧。总统给了我们另一个任务，那就是瓦解伊朗的弹道导弹工业基础。所以我们不只是打击他们现有的，我们还在摧毁他们重建的能力。因此，当我们进入这次行动的下一阶段时，我们将系统性地瓦解伊朗未来的导弹生产能力。这项工作正在全面推进，这将需要一些时间。但正如部长所说，我们的部队物资充足，我们绝对准备好，果断地执行这项任务。过去几天，我们的联合作战部队不懈地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并且他们还在继续搜寻更多的系统进行打击。我们的防空人员表现出色，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们与该地区的伙伴并肩作战，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提供了中东历史上最一体化的防空网络，我们为胜利而战。通过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战斗力，我们将继续削弱伊朗向其境外投射力量的能力。最后，我想向那些身处前线、真正做出杰出贡献的英勇男女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感到无比自豪，我知道美国人民也分享着这份自豪。非常感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将回答几个问题。先生，非常感谢。海军上将或者部长先生，乌克兰总统今天说，美国已经要求提供特定的能力，也就是沙赫德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你们能谈谈你们要求了什么吗？还有，在过去6天里，你们有没有发现伊朗的能力有什么意外之处？好的，请说。我们对伊朗的能力非常熟悉，而且正如你们可能想象的，我们从一开始就为此做了计划。我对这个计划感到满意，就像任何一个好的组织一样，我们根据需要整以适应环境，并且我们已经做出了那些适当的调整。这一位。谢谢您，长官。实际上，我有2个问题。第一，今天在伊拉克有1名美国飞行员被击落。第二，我听说有报道称您在伊斯法罕的行程安保严密，我也听说有报道称那里没有多少轰炸，这是故意的吗？您认为那里有任何英国人或伊朗人吗？我们会派特种部队去确保他的安全吗？正如中央司令部指出的，那些关于 F-15被击落的报道是假的。正如你们可以想象的，伊朗正在竭尽全力散布谎言、欺骗、夸大数字和事实，主要目的是向他们自己的人民进行宣传，对吧？他们已经切断了互联网。他们希望能够说服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正在取得成功。他们的一位领导人最近说的一件事是，他们声称有500名美国人被杀。这些都是谎言，谎言会继续下去。中央司令部将继续揭穿这些谎言，而且在冲突中往往如此。最初的报道往往是错误的。至于核材料之类的事情，总统一直说的目标之一是伊朗不会拥有核弹、核能力，但我们绝不会透露我们在作战计划中会做什么或不会做什么。所以库珀海军上将有一个计划，我们正在执行这个计划，而且目标是否被打击将根据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来决定。那一位赫格塞斯部长，总统今天早些时候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希望对伊朗的下一任领导人有发言权。这是你们军事目标的扩大吗？你们是这样看的吗？此外，你们今天早些时候指责以前的领导人是如何将资源从我们所在的半球调往中东的。你们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军事目标没有扩张，归根结底，我认为鉴于我们正在进行的行动，总统在谁来管理伊朗这个问题上拥有巨大的发言权，所以我们的目标没有扩张，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什么。我认为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我们这个战争部门能够做什么。我今天刚在佛罗里达的另一个地方，我们宣布了美国的打击贩毒集团会议，18个来自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齐聚一堂，共同打击贩毒集团。那是一些正在进行的事情，我们专注于那里，我们也专注于印太地区。我们可以在中央司令部隐藏作战力量，欧洲司令部也能够支持这一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正专注于我们的半球和我们的国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封锁了边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合作伙伴一起打击贩毒集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击沉毒品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里采取攻势。但作战司令部的妙处在于，你知道的，布拉德·库珀专注于中央司令部，就像弗兰克·多诺万专注于南方司令部一样，我们两者都能做到。这就是一个全球大国能做到的。归根结底，伊朗核武器的追求，以及他们不愿通过谈判来阻止它，是川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说需要处理的问题。在47年之后，他正在做其他任何总统都不愿做的事情。我们正在以压倒性的方式果断地做到这一点，同时也在全球其他地区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我的意思是，以我们昨天展示的为例，那艘在印度洋被印太司令部击沉的伊朗船只，印太司令部是另一个作战司令部，他们与我们协调才促成了这件事。所以美国的触角是全球性的，但我们在那里的重点那些任务都是狭窄的、有范围的，而且库珀海军上将正在努力确保我们实现这些目标。这一位，请。大家好，霍华德·奥特曼。乌克兰人正在谈论提供低成本的拦截器。鉴于他们的经验，这是五角大楼和库珀上将正在寻找的东西吗？还有，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卢卡斯无人机有多有效？他们击中了什么样的目标，以及这有多大帮助？考虑到他们是更昂贵无人机的低成本替代品。当然，我对这个具体的提议不太了解，但总的来说，拦截器方面我们已经部署了一些新的能力。显然，我不会从作战的角度谈论这些具体是什么，但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你们已经看到我们是如何在无人机成本曲线上取得突破的。如果我回顾几年前，你们还记得以前总是听到这样的话：我们用一枚200万美元的导弹击落一架5万美元的无人机。现在我们经常用来自 IRS 的1万美元武器击落10万美元的无人机，所以这是一个方面，但卢卡斯无人机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你们许多人所知，如果你们不知道，这原本是伊朗的一种无人机设计，我们捕获了它，拆解了内部，送回美国，给它贴上了一点美国制造的标签，然后又带回这里。现在我们正用它来攻击伊朗人，很好的目标，很好的目标，绝对的。非常感谢您，部长先生。川普总统在实施怒火行动启动后的首次讲话中，他向伊朗人民发表了讲话。他说：“你们会有出来的时候，但不是现在。待在家里，现在不安全。我想知道这是否有时间表？你们什么时候会敦促伊朗人民走出来？这会如何发展？以及你们将如何保护那些抗议者？你们知道他们很可能会被枪杀，就像我们在1月看到的那样。你们将如何保护和支持抗议者？海军上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您。你们将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伤害？我们有很多证据表明，巴斯基部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现在正聚集在学校、医院以及纯居民区，因为他们的总部被轰炸了。当然，他们都被摧毁了。那么，在你们猛烈攻击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的同时，你们将如何保护平民？谢谢。关于抗议活动，显然许多伊朗人民在那些抗议中展现了巨大的勇气。我们看到伊朗政权在他们对此的反应方式中暴露了其真实面目，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点。没有人比川普总统做得更多，为那些渴望自由伊朗的人重新开启了机会。最终，这是常识，正如他一开始就说的。当炸弹落在德黑兰和其他地方时，不要出去抗议。所以，会有一个时刻，他或他们会决定，那是抓住这个优势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和以色列军队正在做很多事情，
我们正在对付那些伤害抗议者的人。我们做的越多，削弱敌人的意志和能力，我们就越能为人们勇敢地站出来，创造机会。是的，我只想强调一点，我们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些人，或者说我们正在打击那些以抗议者为袭击目标的总部和人员。我还想再次强调总统之前对民众的评论，那就是待在家里，保持冷静，不要挡道。有大量的美国和以色列的力量正在过来，我们正在打击很多目标。对他们来说，目前最好的做法就是保持低调。好的，部长先生。过去美国军事行动的一个常见结果是接收数千名难民进入美国本土。我想知道是否采取了任何保障措施，以确保美国人民不必再接收来自中东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另一波难民来这里居住。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目前没有计划让新一波中东难民涌入美利坚合众国。我认为，正如总统长期以来指出的那样，该地区有很多国家有能力在必要时提供那种支持，但这肯定不是我们正在计划的事情。好的，后面那位。是的，长官，华盛顿时报的迈克尔，我想问，我知道，你知道，在军队中常说保持灵活度，英国拒绝我们使用迪戈加西亚的决定对任务本身有任何影响吗？你们是否不得不进行调整，还是能够完全在不担心此事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任务？就像总统说过的，很不幸的，英国人没有从第一天就说，嘿，你们可以进入，但我们还是做到了。我们做到了，这现在是我们轰炸机出动行动方式的其中一部分，这也是我们说更多即将到来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更多的战斗机中队、更多的能力、更多的防御能力，以及更频繁的轰炸机出动。在伊朗和德黑兰上空的火力即将大幅增加，其中一部分是我们会有更多的基地，而且不只是英国，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站出来，我们对此很感激。也许可以再问一个问题。阿塞拜疆总统今天早些时候基本上授权他的国防部长开始准备部队，以便在机场遇袭后采取某种报复行动。如果阿塞拜疆人要采取行动或尝试报复，战争部和中央司令部是否一直在与他们进行冲突化解协调？我确信有计划，我会让海军上将对此发言，但我可以来回应这种观点，即所谓战争可能正在扩大或者存在混乱。而这完全不是事实。相反，伊朗通过攻击那些原本希望置身事外的盟国，实际上是将他们拉入了美国的轨道。所以现在你看到阿联酋、卡塔尔、巴林、沙特和科威特以及其他国家都在说，嘿，我们支持你们，我们会和你们一起射击、一起飞行、一起防御，我们会允许你们有更多的基地，还有其他的机会。其中很多你知道我们不能谈论，也不会谈论，但它实际上正在巩固我们的团结，以便精确地集中在我们需要的方向。所以这种认为它正在扩大或蔓延的观点是不对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是没有完全理解我们确切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我们将如何实现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不会在政策制定之前就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发表看法，但我想指出的是，这已经是伊朗袭击的第12个国家了。12个国家，这又回到了部长刚才说的重点。这12个国家都非常不高兴。我期待与所有愿意加入我们这项工作的伙伴合作。我最后想说，部长先生，再问一个问题：鉴于我们即将看到的国土安全部的人事变动，你想对那些担心美国本土安全的人说些什么？我认为克里斯蒂诺姆在那边做得非常出色，他保障了我们的边境安全，并且让我们持续关注威胁。总统正在做出改变，我们所有人都为总统服务。我确信马克·韦恩·马伦会做得非常出色，他是我多年的朋友。但是克里斯蒂在为我们取得成功方面做得非常棒，所以我对国土安全是否会得到保障没有任何担忧。我最后想说的是，我希望每一个美国人都能有机会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有机会进入了控制室，进入了战术行动中心，去看看这些正在工作的年轻男女，他们所展现的奉献精神，以及他们如何精进自己的技艺。我当时正在和一位年轻的上校交谈，他正在反复研究我们如何锁定目标，以及我们如何发现并解决伊朗人试图做的不同方面的事情。如果伊朗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或者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那他们就错了。
最终，我们的独创性、技能、专业精神、纪律以及美国军队能力的绝对分量将结合在一起。你们将看到的可能看起来很平常，它可能开始看起来像是又一艘船，又一个发射器，又一个无人机设施。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所达到的精确度是世界一流的，没有其他人能做到。那些世界一流的美国人，就像我在这里看到的，就像那些即将回家的，我们将要迎接回家的献身的英雄，他们才是我们国家伟大的引擎。所以我非常感谢像中央司令部，也就是在您的指挥下的这些人员，感谢您果断的领导。我想对您说的就是我对他们说的，继续努力，因为总统和我是你们的后盾。谢谢您，海军上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